上周，也就是7月26号啊，公安部和国家网信办联合公布了一个叫《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这是一个行政法规啊，在它正式实施之前，它要搞一个征求意见。这个征求意见稿里头啊，大概分为4个部分，一共就有16条，非常简单。核心的一个意思啊，就是讲啊，要出台一个网号和网证。什么叫网号呢？网号啊，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身份证的号码啊。身份证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有一串数字，这个数字呢是相对唯一的，你只要输进去，就跟你的身份信息对应在一起。那网号呢，就是由数字和一些字母构成的啊，它会跟你所有的实名认证的一些身份证件的关联，比如说护照，比如说你的身份证，比如说你其他的港澳通行证，比如说你往来台湾通行证等等，所有你的证件啊，你可以全部关联到这个网号上。然后呢，依据这个网号有一个网证，网证就相当于身份证和身份证号码之间的关系嘛。那么网证和网号之间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也就是说啊，中国以后每一个人不但有身份证，那还会有网证；不但有身份证号码，还会有网证的号码。这个法律啊，这个征求意见稿啊，放到网上之后啊，一般的人也看不见，但是呢，还是引起了一些法学界的关注啊。7月30号，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劳东燕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浪微博上。他说啊，你看，你既然要征求意见嘛，那我就讲讲我的意见啊。因为那个征求意见稿上写了，如果大家有意见的话，你可以发邮件，你也可以写信到有关部门。这劳东燕呢，这里头就核心讲了2点。第一点，他说啊，搞这个网证和网号，究竟是为了保护个人信息呢，还是为了加强这种言论的控制呢？他说，网络实名制其实已经搞了12年了，这12年以来，那对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是更好了呢，还是更糟了呢？我觉得劳东燕这个教授问得非常好啊。为什么呢？因为12年前通过这个网上实名认证的时候就讲，他说现在很多诈骗的人很多呀，你匿名发言、匿名发布信息，你不承担法律后果，所以你搞了网上的实名认证以后，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但大家可以看一眼，这过去的12年，这网上诈骗的信息是变少了吗？没有啊，是吧？那不照样着那境外诈骗集团还天天在搞诈骗吗？相反，说句心里话啊，这个诈骗信息在我看来比过去更严重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很多诈骗信息啊，它都是准确知道了你的个人信息。为什么很多人诈骗能够成功啊？我们当时也做过采访啊，很多境外的人呢，是吧？他就接到了一个公安的电话，公安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你什么时间去过什么地方，你呢是叫什么名字，你家里有几个人。为什么？是因为这些信息都泄露了。那么这些信息怎么泄露的呢？这个信息的泄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网络实名制。为什么？因为你网络实名制以后啊，你自己的真实信息跟你的网络信息复合在一起之后，这些信息在警方的后台上全部变成了一个数据包，而这些数据包啊是有存在泄露风险的。一旦要是泄露，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在网上全部裸奔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网上现在很多开盒的信息啊，就是说你想查一个人，他们的信息、住酒店的信息，甚至包括他们银行卡的信息，通通有人可以给你提供服务。为什么他们可以提供服务？因为他们可以从警方的数据包里直接调取这些信息。很多诈骗集团就是通过这种途径知道了我们的个人信息，所以实际上你要知道，网络的实名制并没有遏制这个个人信息的泄露，相反，却使我们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大大增加了。因为你泄露之后，不再是一个个人的单独的信息，而是你所有的信息都复合在一起。这是劳东燕教授讲的第一点。所以他认为，实际上你搞这个网证信息，搞这个网号，目的是想控制言论。为什么说你要控制言论呢？因为你一旦有了这个网证和网号啊，你自己在网上发表的所有的言论，那么有关部门就全都知道了。而且它跟过去你要是搞这个实名信息啊，这个身份证信息还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网证网号这个信息啊，过去啊，你仅仅是身份证啊这个信息啊，是警方才能调取这样的信息。但是呢，网信办呢，它有的时候权力啊还没那么大，所以在我看来，其实这个法律意见稿的这个公布啊，
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的这个网监部门，中国的网络控制部门，它要扩权。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过去啊，公民在网上这些信息啊，警方不需要这部法律，他就可以获得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现在的公民的那些个人信息已经全部集合在这个警方的后台里面了。就比如说你的银行卡里存多少钱，你怎么转账，你包括你汽车开到哪里，警察的摄像头如果发现了之后，可以准确画出你每个人每天的行为轨迹。这些信息在警方来说早已经获得了，但是网信办他们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利，所以网信办现在想鉴于这个警察这个巨大的权利啊，所以网信办为什么跟公安部联合出台了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稿，就是他想通过制定一个网号来获得过去警方才拥有的权利。而网信办为什么要想获得这样的权利呢？说白了就是为了控制你的言论。你们不是在网上动不动就阴阳我们政府吗？动不动就批判我们政府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吗？那我现在一个网号，我就知道你所有的个人信息了。我不仅仅知道你在微博上发言，我还知道你在抖音上发言，我还知道你在今日头条上发言，我甚至还知道你在推特上发言。一个网号管定你所有的言论。那劳动院教授的这个观点就是，这难道是为了保护个人信息吗？显然不是，你这是为了控制言论。所以劳动院教授就讲，他说这个法律的实施啊，缺乏上位法的依据，因为没有哪一个上位法是可以授权中国的网络部门，也包括公安部门有这么大的收集个人信息的权利。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头规定啊，就是公民的通信自由不受其他权力部门干预的，甚至也不受约束的，不受监督的，不受审查的。那显然，你现在制定了这样的一个网证和网号这样的一个法律，就是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嘛。当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从来也没当回事儿，对不对？谁会当真呢？只有这些书呆子啊，劳动院这样教授这样的这个法学专家，还把那宪法拿过来当做一个重要的上位法。事实上，那宪法实际上就是需要的时候就是管你的，不需要的时候那就是废纸一张啊。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劳动院教授讲了，他说这个网证和网号实质是什么？他说实质上就是健康宝。健康宝大家都知道，中国疫情3年中间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的第5项发明，是吧？过去有4大发明吗？第5项发明就是健康宝。健康宝就是疫情期间啊，管理你自己所有行为轨迹的这么一个 APP 啊。你去过哪里，健康宝就自动知道了，因为手机嘛，自动会记录你的行为轨迹啊。那你只要去过那个地方，有人被感染了，然后你立刻就变成了密接人员，然后你马上就要被隔离，这不就是健康宝吗？那当时还有很多非常非常极端的事例啊。那我当时回国的时候，我就亲眼见到一例，是吧？就有一个人到那个社区里就说，我的健康码红了，为什么红了呢？因为他有一辆汽车啊放在了一个县里面，那个县里面呢，那正好有一例疫情了，阳了，于是他那个汽车在那儿自动就被健康宝跟踪到了，然后呢，他就健康码就自动的变红了。那你想想，健康宝是把你所有的行为轨迹，甚至包括你所有的财产轨迹，全部复合在一起进行管理。扫码了吗，大爷？扫码，上车得扫码，知道吗？能不能听着？上车得扫码，扫那个2维码，知道吗？不知道啊？你有没有手机？没有手机来跟我下来，来，下车。现在不扫码不让坐公交车，这是政府规定，明白吗？那现在的网证和网号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你的所有的言论轨迹、上网轨迹统一放在一起进行管理。这不就是网络健康宝吗？是吧？就是你上过什么网？你今天你上的是新浪微博，晚上之后呢，你又看了王巨拍案，然后呢，你还上了推特，然后呢，你还在那个抖音那里头，你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里头你还说胡锡进被禁言这件事情不太好，你所有这些言论，在这个网证和网号的管理下，可以一览无遗。所以这不就是网上的健康宝吗？那这个网上健康宝的可怕之处在哪里头啊？
可怕之处就在于每个人上网之后全都是裸奔的，相对于政府部门，因为有一个网络的摄像头无时无刻在监视着你，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言一行，全部在政府的监控之下。那更可怕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将来政府如果对你进行处罚的时候啊，那他如果不想让你上网了，现在不都是网络封号吗？但是网络封号你可能你只是说你不能再以你现有的身份去发表言论了，但其实你还是可以匿名上网的。但是，一旦要实行网证和网号呢，那政府可以非常精确的让你很多网络你就不能使用了，因为一个人一个号啊。说政府以后禁止你上新浪微博，以后你就再也登录不了新浪微博了。因为你不可能用别人的网证和网号去登录啊，一人一个号啊，对吧？那说政府禁止你登录这个推特，禁止你登录抖音，你就再也上不去了。那么劳动燕教授就说：“你看到了吗？按道理来讲，上网是一个每个人正常的权利，但是在今后，在这种网证和网号的管理下，上网将会变成一种特权。”只有经过政府特别批准之后，你才可以享有的权利，这多可怕呀，是吧？这劳动燕教授提的这些意见，在我看来是非常有道理的啊。结果怎么着呢？就他的这个文章当天呢就被删除了。你本来是征求意见的，是不是？结果人家真提意见了，立马就删除了。当然了，这其实也不奇怪了。咱们中国征求意见，人家不是让你真提意见，人家是让你提哪一种意见呢？人家让你提的意见说：“哎呀，这个法律好啊，我们早就盼着这有一天了。光有身份证，它不方便，是不是？你为什么网络你不早点出台一个网号呢？你有一个网号的话，那我们将来是吧，跟政府一条心，是吧？那全心全意的让你们知道我们这状况，你们不就方便了吗？人家征求意见是想听到这样的意见，你劳动燕教授提的意见那是真意见。”那你这种意见还得了？那马上就把它删除了。更讽刺的是，我看到了网上有一些法学界的人士不同意劳动燕的教授的意见也写了一些批评文章，结果这些批评的文章也被删除了。也就是说，实际上不仅仅是反对意见不允许出现，就是你讨论这个话题都不可以。政府部门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悄咪兮兮的在那地方征求意见，你们没看见，等过了这个征求意见期，我们就把这个行政法规公布了，拉倒了，实施了。你们怎么还开始讨论了？一讨论不就知道的人多了吗？一知道的人多，那他动机不就露馅了吗？所以这件事情不仅仅反对意见不可以，就是讨论这件事情也不可以。那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敏感我今天也把这个征求意见稿拿来仔细读了一下一读之后，我确实是脊背发凉。在我看来这部法律说白了就是1984宣言我在这个基础上我在劳动燕教授提的这个意见基础上，我再补充一下我对这个法律的看法，我对这个行政法规的看法首先是这个行政法规里头讲的，他说这个网证将来在申领和使用的过程中全是自愿的，不强迫，就是你自愿申请，然后呢自愿使用，认证的过程中自愿的给你提供服务。我个人觉得这是骗人的，因为中国的所谓的自愿的也不是真的自愿的。你就比如说疫情期间是吧？那疫苗注册说是自愿的吗？真的是自愿吗？你不注册疫苗，你坐不了车，坐不了飞机，你上不了班，那是自愿的吗？表面上看是自愿的，其实都是假的，对不对？是吧？那中国所谓的自愿的，其实有100个方式来约束你。现在跟你说自愿，将来那互联网平台就说你不提供这个号码，你就没有办法上网了，你还能自愿吗？你显然不能自愿了。所以自愿就是个幌子，这将来肯定是要逐步强制推广。就是每个人除了身份证以外，还会有一个网证。第二个，这个法律里头也讲了，遮遮掩掩的说，这个互联网平台不能过度收集大家的个人信息，是吧？要保护好每个人的个人隐私。但这个说白了是他是真心话，
因为这个法律不是服务于各个互联网平台的，是服务于网信办的，对吧？那个互联网平台你少收集点信息，但是他怎么没有说网信办你少收集点信息呢？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他现在给人感觉说，你看到了吗？我们这个搞这个网证啊，大家不要担心，因为互联网平台我们的法律已经规定了，不要让它过度收集信息。但是过度收集信息的可能不是互联网平台，是你们网信办。但是这里头讲了吗？没有讲，没有讲到政府部门过度收集信息的问题啊。更重要的是，这里头没有任何法则。你比如说，真的互联网平台他们过度收集用户的信息了，怎么办呢？怎么罚呢？比如说网信办过度收集大家的信息了，天天的号码盯着我们看啊。比如说有些人是吧，像方舟子，比如说他上了个黄色网站，是不是？那个政府部门马上就发现了，哎，方舟子登录黄色网站了。当然，登录黄色网站不对啊，但是作为成年人，看看东西也无妨嘛，是不是？那他过度收集的这个信息，罚则是什么呢？他没有必要收集这个信息的时候，怎么处罚政府呢？这个法律中间你是看不到一点的。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随意的违法，或者说在法律的授权下随意的搜集每个人的信息。但是如果尽管它超越了法律的边界，超越了这种必要性的边界，我们每一个人是拿政府毫无办法的。那这意味着什么？这不就意味着以后我们所有的人在网上上网的时候全部都是裸奔的吗？大家还记得吧？奥威尔写过2部这个反乌托邦的小说，我觉得写的特别好。一部叫《动物庄园》，一部呢叫《1984》。在我看来，《动物庄园》啊，其实啊是讽刺的前苏联，因为前苏联呢践行了动物庄园，而呢中国现在正在践行1984。《动物庄园》这部小说啊，我强烈推荐大家看一下，很有意思啊。它讲的就是当时有一个庄园里面啊，人类啊剥削这些动物。是不是让马呀每天犁地呀？是不是猪啊，然后供人吃啊？是不是等等？所有的动物啊，最大的不平等就来源于人类对他们的剥削。于是有一天呢，有一批动物就觉醒了。哪批动物呢？就是猪啊。猪就跟其他的动物讲，他说：“你看到了吗？为什么我们动物生下来就做牛做马？当然，本身他们就是牛和马啊，就是因为有人类这样的一个动物在剥削我们。我们如果是把人类给推翻了。”我们动物庄园由动物来做主的话，那么我们将来这个就再也不需要被剥削了，从此要走上康庄大道。于是有一天啊，一声号响，那驴子本杰明是吧？他们的还有乌鸦，所有的动物就起来起义了，终于把人全部赶走了。赶走了，由于这个猪啊是整个运动的代表嘛，所以猪就自然而然的变成了整个动物庄园的领导。但是事隔没多久，大家就发现啊，说这个猪啊慢慢变了，就他们呢把过去啊，比如说牛挤的奶啊，过去给人喝，现在这猪开始喝起了牛奶啊，然后猪再也不劳动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发现这个猪啊，它变成了2条腿走路了，跟过去人一样啊，所以所有的动物啊又重新回到了过去的那种状态，猪完全取代了过去人的那种地位，所以猪当时就说。他说：“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动物庄园》这本书出来之后，就被苏联列为禁书。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看来，《动物庄园》所写的那个乌托邦，因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上个世纪的40年代啊，极大的讽刺了当时的苏联。苏联你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就号召推翻资本家，是吧？砸烂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但实际上呢，打着这个旗号建立的苏联变成了一个所有动物都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的特权社会。那些共产党人在苏联是吧，就是比那些没有权利的普通人要平等的多，享受着他们各自的特权嘛。但要我说啊，那个《动物庄园》讽刺的是那个时代的苏联，而1984啊，讽刺的就是当下的中国。1984讲的是什么呢？1984啊，讲的是未来那个社会中间啊，这个社会中间有一个老大哥，这个老大哥啊，无时不在的监视着这个社会中间的每一个人，而这个老大哥啊，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他可能就是一个虚拟的人。但这个社会中间呢，有思想警察，这思想警察无时无刻的监督每个人的一言一行。
你男女之间谈恋爱，你要是有一点的风吹草动，他们全都知道啊，找你把你关进再教育营。而每个人生下的孩子啊，都会集中抚养，就像生产线一样。当然，还有反乌托邦的3部曲中间，《美丽的新世界》，我们表达的都是相同的意思啊。我个人觉得，这1984啊，中国正在践行。为什么呢？因为现如今的技术手段呢，为老大哥啊监视我们生活中间的每一个人提供了可能性。你想想，如果没有互联网，当年的疫情期间也就不可能有健康宝。有了健康宝，我们在生活中间的所有的轨迹，老大哥就可以一览无遗了。但是现在，当有了网证和网号以后，我们在网络上的所有的痕迹，老大哥也会一览无遗了。你在网上的所有的言论，老大哥也都会一览无遗了。那这不就是1984吗？因为1984它就要控制每个人的思想，这是最核心的。想一想，这是不是令人不寒而栗呢？想当初啊，疫情结束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很多人都说健康宝啊，有可能会进入到未来的社会管理，以后就没有自由了吗？但是呢，就在疫情结束之后不久，卫生部门就宣布健康宝啊废除了，不搞了。为什么？因为健康宝是卫生部门搞的。卫生部门呢，虽然当时收集个人的信息啊，在我看来也不可容忍啊，但是呢，卫生部门在中国毕竟是一个弱势部门，他们呢至少啊搞健康宝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疫情防控，他也没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利益诉求。但是现如今网信办可不一样啊，网信办那个健康宝虽然废除了，但是网信办现在重新搞这个网证和网号，那可比当年的健康宝还有过而无不及呀。虽然当时的健康宝被废除了，但是现在重新建立起来这样一个网证和网号，那其实就等于所有我们的行为，所有我们的言论，所有我们的生活痕迹，通通都在政府的监视之下。这是怎样一个途径啊？有人说这是为了防止诈骗。我想说的是啊，我们为了防止诈骗有2条技术路径。一条技术路径就是让诈骗的这些犯罪团伙尽可能的不能知道我们的个人信息。第二，就是通过网证和网号的方式，让诈骗团伙本身也很难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诈骗其他人。现在中共采取的是后一条路径，但是我想问的是，诈骗团伙如果他们都守法的话，那这个社会上还会有犯罪吗？之所以有犯罪，就是因为这犯罪分子无视法规嘛，无视你政府制定的社会规则嘛。所以你政府搞了这么一个网证和网号，你能防得住犯罪分子？防不住。更何况，就算你有效的话，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但是又没有自由的社会，还是说有轻许犯罪，但是每个人拥有自由的社会呢？在我看来，自由比一个社会没有犯罪更重要。因为一个社会一旦要是没有了自由了的话，那么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人会愿意生活在监狱里吗？监狱里头可能是这个社会治安最好的地方，因为外面有杀人有偷窃，对吧？但是在监狱里头呢，这些犯罪行为都没有了，每天把你关在一个牢房里，你上哪去偷窃去？你上哪去犯罪去？但是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去住在监狱里头呢？是因为自由比安全更重要。但是现如今，中共就在努力构建一个这个自由，但是他们认为相对安全的社会。这其实就是1984啊，这就是那个奥威尔所描述的那样一个恐怖的未来啊。奥威尔当时描述的动物庄园那个社会啊，也就是前苏联，在1991年的时候已经解体了。但是奥威尔描述的这样的一个1984的这个社会啊，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不但在践行，似乎啊，它好像还没有什么解体的迹象。那么它的未来如何，我现在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想象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征求意见稿，即便是社会上有人反对，即便有劳动验教税的反对，他们也会实施。因为在中国没有权利可以约束他们，普通人的意愿没有办法约束这些职能部门、网信部门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因为他们的目标从来不是为了我们每个人的自由，
而是为了这个社会的稳定，而为了他们权力控制的这个方便的形式。1984就要到来了，我只能祝各位啊好自为之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出示一下您的北京身份码，请走右侧。扫码了吗，大爷？给我下来，来，下车。现在不扫码不让坐公交车，这是政府规定，明白吗？